好，大家好，这里是极动音乐，我是马斯尔迪亚。那么这期节目带来的呢是由卡瑟推出的85F 1.4 AF 镜头我手里拿到的这颗是一口镜头，搭配的机身呢是索尼的 A7R5啊，也就是索尼阵营里边像素最高的相机了。我们废话先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拍的样片啊。那么在2025年这一年呢，就是我个人呢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啊，可以看到这个是在婚礼现场拍摄的。非常具有纪念意义。这颗卡瑟的85 1.4这个镜头呢，它真的伴随着我度过了人生的最重要的几个仪式啊。当然我用的更多的呢，可能是那只索尼的24-70 GM 2代那个镜头那这个镜头呢，其实是作为一个补充的一个镜头，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很简单啊，就是一点，它呢作为我一个空间压缩，并且来规避掉周围这些杂乱的人物我经历了国内的几次拍摄当然就是什么婚拍这些东西，我发现很多人呢都在用国产镜头那这个呢，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厂家来卷这件事情。那这个镜头确实能让你达到一种弯道超车的一种感受因为它给你带来的这种这种画面拍摄质感的提升是具有非常高性价比的。就是说你用很少的线，你能达到一个很棒的一个虚化效果。就按这个镜头唬人的样子，说句实话，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镜头非常的便宜，非常的廉价。当然它也没有很廉价，但是呢，它确实不会让你觉得这个镜头像那种特别小的那种镜头。我个人觉得一个摄影的一个态度其实也蛮重要的。我个人呢就是还是会愿意在这个摄影器材上稍微投入一些的。那这个镜头呢，它跟传统的其他的国产镜头呢，它都不太一样这个镜头呢，它上边有很多的按钮。首先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个镜头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 F16的时候它到 A 之间是没有那种卡扣的，尤其是把 Click 关的时候，就是这种嘎嘎嘎的声音，就是你从16到 A 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镜头不可以盲操，你需要看得很仔细因为有的时候你在16到 A 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下子光圈就打开了，你没有想到可能会拍出废片段我们来看看口径时这是1.4，然后 F2 2.8现在看到边缘就相对圆一些了。F4 呢，就相当不错了，但是这个抽搐问题就出现了。只有1.4的时候它是最稳定的，看非常稳定。看一下这个镜头，它从近到远的一个对焦能力。对，然后就是它旁边的这个 AF、MF 按钮，这按钮的话还是蛮好用的，我觉得 OK。它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它镜身上有个 FNR 这个按钮。这个按钮什么时候用呢？说句实话，我觉得它在视频领域上是用的更多一些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摁住2秒后呢，就会锁定你当前的这个焦距，在任何其他焦距下，再摁一下 FNR， 它就会变回现在的这个对焦点。尤其在 A、B 点切换的时候呢，那这个镜头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呢也是有0.3倍放大倍率通过这个方法呢，可以快速切换2个物体之间的这样对焦点好，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那这个卡瑟呢是第一次做镜头，说实话，他已经拿出了他的绝对的一个诚意瓷膝盖它的很不错的这个遮光罩质感然后它的2个镜头盖，还有后边配了一个 ND 减光镜是可以卡在索尼相机上的。在这个诚意下，它的价格呢也是可以被承受的。我去年呢，在最后一期呢，我做的也是一支85毫米 F 1.4是美科的镜头。那今年呢，我给这支国产镜头呢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评价当然呢，这支镜头呢，我呢个人呢是会作为收藏品留下来，不会再出掉了。因为它陪着我呢走过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经历了很多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镜头，你会想起用它去拍摄的一些时光、一些片段其实真的很难忘。当然呢，买不买的这件事情呢，就是看你自己了。我个人就是说85毫米这个镜头呢，我可能不会再去买任何包括原厂的任何其他镜头了，就可能用这支。所以我觉得性价比的话还是要考虑的。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对不对？镜头呢，如果你能拿它来创作赚钱的话，那你都无可厚非，你可以买更贵的。如果你没有那么的有钱，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只是喜欢还想拍出点东西的话，尤其学习的话，我觉得这支镜头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荐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这里是极动音乐，我是马斯尔迪亚，我们2026年再见，拜拜。